我是严君座下最勤快的鸭仙，一张乌鸦嘴从未落空。这堆生死簿的烂账今晚必须核对完，干不完谁也不准休息。天天加班996，一看月前2800，鸭仙简直把咱哥俩当人间打工人整。咱俩都死了几千年，还往死里干，使唤骡子得喂草呢。严君有令，只要干不死，就往死里干。说了多少次，要和同事对齐颗粒度，人全跑了，谁来干活？这么多烂账，猴年马月才能核对完啊！地府怎么还不爆炸啊？姑奶奶，祖宗，你才是真的活阎王！咱这小庙容不下你这尊大佛，把他给我送去人间，1秒都别多待！不要啊，阎王爷，我再也不敢嘴贱了！小莲弄得都快掐出水来了。俺老朱50年童子身，今天也品品细糠。啊！大胆狂徒，竟然想吃老娘豆腐！跑那么急，也不怕摔个狗啃泥？我的牙！咋成凡人了？这乌鸦嘴还显灵呢！敢动我，也不看看你姑奶奶是谁！贱妇，竟敢给我戴绿帽子！好你个孟瑶，丢尽裴家的脸！搞什么？这什么情况？还跟我装傻充愣！与人通奸被捉个现行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婉儿知道姐姐只是一时糊涂，就向母亲和夫君认个错吧，让他们消消气。这贱女人怕是裴家宠妾，故意设计让马夫爬上我的床，如今想坐实我通奸的罪名，断我活路。原来是个绿茶婊！今天若不杀鸡儆猴，我裴家岂不是要被说家风不正？给我跪下！家风不正，那是你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怎么能怪到别人身上？你还敢还嘴？姐姐快认个错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，何必惹母亲生这么大气？什么时候裴家还做茶叶生意了？妹妹这般茶里茶气，莫非是属竹篓的？这么能装，好言相劝，姐姐不听也就罢了，怎么还动手打人？毒妇！婉儿对你真心实意，你却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我本以为你只是粗野无礼，没想到竟这般蛇蝎心肠。那就打了，夫君消消气。若是姐姐因此记恨妾身，今后在这府上，我怕是再无立足之地了。把这不要脸的贱妇关进祠堂，让她跪着向祖宗牌位忏悔告罪。下跪可以，可我命格带煞，跪谁谁死。只怕你裴家的老祖宗受不得我的跪拜。我特地让丫鬟撤了软垫，这祠堂的地面又湿又硬，也让姐姐好好享受一番。裴郎吩咐了，你一天不认错，就一天不放你出来。好恶毒的计！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污蔑我？为什么？我林婉堂堂太师嫡女，样貌家世哪点比不上你这个流落民间8年的弃妇？就因为你出身皇室，身上流着皇家的血，要永远压我一头。无论我多么努力，却只能屈居你之下做妾，我不甘心。可惜这一次，你再也翻不了身了。等你的丑事传得满城风雨，陛下碍于皇家颜面，定会将你剔除族谱。到那时候，看你还拿什么跟我争？梦瑶，你要是现在服软，给我跪下磕3个响头，或许我还会大发慈悲，去裴郎面前替你求情，饶你一条贱命。好啊，我敢磕，你敢受吗？我本是冥府鸦仙，区区凡间鬼魂，岂能承受我这一拜？你使了什么妖法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会弄成这副模样？是姐姐，我劝她早些认错，她非但不肯，还
发了好大的脾气，将祖宗牌位全砸得粉碎。大逆不道的孽障！这里供奉的可都是我裴家历代先祖，你竟敢全砸了！是妹妹口口声声说，只要我给她磕3个响头，就放过我呢。母亲怎么不问问她？母亲明鉴，婉儿一向胆小，怎会说出那样的话？姐姐为何要把脏水一个劲儿往我身上泼？贱妇！我本想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可你非但没有丝毫悔意，还将祖宗牌位打碎。婉儿好心劝你，你还敢朝她身上泼脏水，用心何其歹毒！有眼无珠的东西，我根本就没碰过牌位，是你裴家祖宗受不得我的跪拜，还敢嘴硬！不是你干的，难不成这些牌位都是自己碎了吗？既然如此，我便向母亲证明，先前碎的只是牌位，这次碎的说不定就是人了。丧门星，竟敢咒我裴家！不过是个流落民间的弃女，还真把自己当公主了。若非嫁进侯府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放牛喂猪呢！把她给我关进水牢，给她好好立立规矩。既然受了跪拜，你活不过今天晚上。孽障！你敢诅咒我，给我狠狠用刑，看他还敢不敢逞口舌之快！你以为装神弄鬼就能吓住我？进了水牢，我看你还能嘴硬到几时？那你可要好好护着你母亲，别让她死得太惨。拖下去！水牢里冰冷刺骨，这凡人的身躯确实羸弱，区区侯府也敢困住本仙。着火了！老夫人还在里面，快来人啊！还愣着做什么？快救火！赶紧把门劈开！侯爷，门从里面锁上了，祖宗上了10层锁，根本打不开呀！昨夜的一切都被我透过树上乌鸦的眼睛尽收眼底。那老家伙终究还是惜命，因我一句话疑神疑鬼，不仅让10个壮汉在门外守候，还将房门上了10层锁，生怕自己遭遇不测。谁知他半夜翻身，不小心打翻了香烛。他本想开门保命的锁，却成了他无论如何也打不开的催命符。这是老夫人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个贱女人根本没这胆量，你绝对不是梦瑶。你到底是谁？说！我是谁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你们裴家的人一个也活不了。装神弄鬼，我杀了你！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权力、地位还是钱？什么我都给你，只要你能放过我。原来高高在上的定远侯也会像狗一样为了活命摇尾乞怜。侯爷，还想活吗？只要你能放过我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什么都可以，不知道这些代价，侯爷可付得起？什么代价？快告诉我！只要能活命，我都答应。第一，把林婉赶出侯府，永世不得踏入半步。好，接着说。第二，把你如何为了攀附太师勾搭林婉，对正妻忘恩负义的丑事写成告示，贴在城门上，让所有人看见。最后，你和林婉要当着全府的面跪在地上，给我恭敬的磕3个响头。你做梦！贱人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我堂堂定远侯给你下跪磕头，还要贴告示毁我名声，想都别想！侯爷是聪明人，应该会权衡利弊。办法我已经说了，侯爷若是不信，大可以拿裴府上下的性命来跟我赌这一局。不如做个试验吧。
明天你就会被摔断腿。走着瞧吧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什么？让我离开侯府，还要给他磕头？那个贱人，他也配？我乃堂堂太师嫡女，她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个流落民间的粗鄙弃女，也敢和我争？我绝不会让她如愿，绝不！疯了，一定是疯了！那女人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裴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地上凉，快起来！裴郎，那个贱人就是个妖妇，她把侯府搅得乌烟瘴气，还害了老夫人。她就是见不得我们逍遥快活，你可千万不能中了她的奸计。我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你打我！你居然为了那个贱人打我！你懂什么？你知不知道那个疯女人到底说了什么？母亲的死你看不到吗？她才刚说过母亲会被火烧死，结果呢？万一她的话真的应验了呢？万一下一个死的就是我呢？啊！难不成你想听那个女人的，把我赶出去？裴伦，你还死是不是男人？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我们被那个妖妇骑在头上拉屎吗？别吵了，我不想听这些，我还不想死，侯府不能再死人了。裴郎，如果你怕，我有办法。玄清观有一位海法道长，法力无边，专克妖邪。只要请他来做场法事，把那个妖妇当成妖怪烧死，一定能破了他的妖法。就算出了事，那也是道长降妖除魔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把他烧死，把他挫骨扬灰，一了百了。夫人。哦，是裴伦让你们来的，还是林婉？夫人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啊！你要咒就去咒侯爷和林小娘，可千万别找上我们。开锁。贱女人，这次有海法道长亲自坐镇，我看你还怎么张狂！道长可是有降妖除魔的大法力，今日非得把你烧得魂飞魄散不可！不好，大事不好！府上妖气冲天，这女子身上有千年妖孽附身，她根本不是人，是来祸害裴家满门的。大师说的对，她就是妖怪，老夫人就是被她害死的。求大师大显神威，施展神通，立刻烧死这个妖孽，为侯府永绝后患。来人，把她给我架上火堆，今日就除了这妖孽。侯爷，这可是你选的，你可别后悔。侯爷，林小娘大可放心，这等不入流的妖邪，在贫道手里不过是信手拈来。待贫道今日施展雷霆法术，定替侯府除了此等大害，保侯府百年安康。道长若能彻底收了这妖孽，让他永世不得超生，这些金元宝就全都是您的。原来我的命这么值钱呢！妹妹为了要我的命，还真是舍得下血本啊！只怕你这钱有命给，没命花。贱人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你一天不死，我就一天睡不安稳。我今天非亲眼看着你被烧成灰不可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妖孽休得猖狂，还不速速现出原形！大威天龙，世尊地藏，般若诸佛！贱人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谁也救不了你！一个连毛都没长齐的江湖骗子，也敢在姑奶奶面前装神弄鬼！胡言乱语！来人，把火把点上！老夫今日就要用三昧真火锻炼这妖女，看这妖物在火海底还敢不敢嘴硬！为虎作伥，助纣为虐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大胆妖孽，死到临头竟敢口出狂言，诅咒本道长！今日贫道就算拼了这身道行，也要替天行道，必让你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！好啊，那我倒要睁大眼睛看看，今天到底是谁先魂飞魄散，又是谁先永世不得超生？
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天兵天将速速劫拿这妖女！你这妖女作恶多端，连天上的神仙都看不下去，要劈死你！天雷地火，助我诛邪，给我死！道长，快躲！道长，快躲！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我的腿，我的腿断了！救命啊！侯爷，我之前是不是对你说过，今天你就会被摔断腿？现在你信了吗？你这个妖妖什么？哼！侯爷若是到现在还不信，没关系，我有的是时间，我可以接着给你试验，一直试验到你心服口服为止。不过这就得看侯爷您身上还有几条胳膊几条腿，够让我慢慢试了。我信，我什么都信！求求你别再咒我了！你的条件我全都答应，只要你饶我一命，你要什么我都给。那他呢？贱人，你还在那里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滚过来，跪下！裴郎，你叫我跪他？我叫你跪下，给夫人磕头认错。你若是想死，就别拉着我一起陪葬。让我给他跪下？裴伦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看不到我母亲还有那老道士的下场吗？都是听了你的鬼话，才会有这么多事。你是不是想拉着全府上下给你陪葬？我才是嫡女，让我给这贱婢下跪，做梦！让你跪你就跪，再敢多嘴，现在就把你扔出去喂狗！这出戏码真是畅快的狗咬狗。你不会以为自己赢了吧？我爹可是太师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赢了你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吗？裴伦那种烂人，在我眼里跟路边的野狗没什么区别，也就妹妹还把他当成宝贝呢。早晚有一天，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路上当心，可千万别出什么意外。裴伦，给我滚出来！岳父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说，我好端端的女儿嫁进你裴家，怎么成了这副模样？什么？婉儿死了？马车在路上突然断裂，受惊的马拖着婉儿跑了100米，等找到的时候，已经不成人形了。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一定是你，是你咒死了他！光靠说话就能杀人，你当老夫是老糊涂了？岳父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够了！我女儿嫁进你裴府出了事，便和你裴伦脱不了干系。今天就算闹到御前，老夫舍了这顶乌纱帽，也必须给我个说法。岳父，你听我解释。夫人，求你帮我说句话，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。夫君放心，我一定向太师好好解释。太师息怒，夫君他不是有意的，平日里他下手都不重的。婉儿妹妹大概是一时想不开，这才寻了短见。你胡说什么？太师错怪夫君了，他平日里都是打我比较多的，只是昨日他喝多了些，不小心打了婉儿妹妹一耳光，谁知道妹妹竟然一时想不开，白白舍了性命。老爷，小姐脸上果然有掌印。都怪我，要不是因为他替我说话，也不会被夫君责罚，也不会被赶出家门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求您放过夫君，且甘愿替夫君抵罪。奸夫，你血口喷人，都是你，是你这个毒妇害死了林婉，是你！夫君，我知道你一直嫌弃我、厌恶我，可妹妹已经死了，死状那般凄惨，你就不能以死者为大，让她安心走吗？你还敢装？我今天非杀了你这妖孽不可！好一个定远侯，好一个威风凛凛的侯爷！老夫真是瞎了眼，竟没看出来，你是个连发妻都不放过的畜生！岳父，您听我解释，不是您想的那样，这个女人她不是人，
他真的是妖怪，是他施了妖法。住口！别叫我岳父！害死我女儿，这笔血债我一定跟你慢慢算清楚。今日我就进宫面圣，老夫倒要看看陛下会怎么处置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。但是，你今日这般急促求见，所为何事？陛下，老臣就这么一个嫡女啊，求陛下为老臣做主，惩治这杀人凶手，恳请陛下明察，还我那可怜的女儿一个公道。陛下明鉴，臣冤枉，臣没有害死林婉。行了，传朕旨意，定远侯裴伦性情暴虐，迫害妻妾，致使太师之女惨死，罪无可恕。但朕念你往日平叛之金功，免去死罪。即日起，削去一切官职爵位，贬为庶人。臣谢陛下不杀之恩。这只是个开始。等等，瑶瑶，是你吗？陛下，当心圣体。瑶瑶，是你吗？朕时日无多了，朕唯一的心愿就是能在临死前再听你叫一声父皇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陛下认错人了，民妇不敢高攀。不，朕不会认错。你的眉眼和你母妃年轻时一模一样，你就是朕的瑶瑶。你是在怪朕吗？朕知道这些年你在外面受了不少苦。受苦？陛下知道什么受苦吗？我流落民间那些年，吃的是馊掉的残羹3衣，穿的是满是补丁的粗布麻衣。我被人骂作没爹没娘的野种，被人肆意殴打欺辱的时候，陛下在哪里？我嫁进侯府，被他折磨得遍体鳞伤，被关在水牢里奄奄一息的时候，陛下又在哪里？陛下从未尽过一天为人父的责任。如今快死了，却想用几滴眼泪就把失去的亲情这么轻易的捡回去？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大胆狂徒，竟敢对陛下不敬！来人，把他拿下！放肆！她是朕的嫡亲长公主，谁敢动她一根汗毛，朕诛他9族！陛下何必拿他们撒气？我自小在宫外这泥潭里摸爬滚打长大，浑身都是泥点子。他们眼拙，认不出什么金枝玉媚，也是理所当然的。与其将无能的怒气撒到奴才身上，倒不如好好反省反省自己这些年造的孽。你说的对，是朕对不住你，是朕的错。传旨，朕要降一道罪己诏，昭告天下。瑶瑶，即便朕下10道100道罪己诏，也难以平复你心中的怨恨。父皇最后这些日子，只希望能够多看看你。瑶瑶，你愿意原谅父皇，回到父皇身边吗？怎么回事？为何面对这老头儿，我心里竟隐隐作痛？罢了，终究还是心软了，就当是替原主体会一次这迟来的父爱吧。父皇，好孩子，我的好孩子，好孩子，朕对不起你，朕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传朕旨意，即刻册封朕的嫡长女为昭华长公主，赐居宫中最好最奢华的宫殿，10亿万户。有父皇在，这天下谁也不能再欺负你。父皇，儿臣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别说是1个，就是100个，只要你开口，父皇就是天上的星星也摘给你。我与他毕竟夫妻一场，倒还真有些舍不得他走。我要他留下，进净室房净身，当我的贴身太监。净身？你要把我变成太监？怎么，侯爷方才不是说为了补偿我，什么都愿意做吗？当然得先净身，否则怎么配留在本公主身边伺候？你敢！你这个毒妇贱人！我要杀了你！放肆！谁给你的胆子？朕的公主你也敢动？陛下，臣毕竟曾是定远侯啊，倒不如请陛下赐我一死。陛下，给我个痛快吧！这般急行若是传扬出去，怕是丢了皇家颜面，也会惹人非议呀。皇家颜面？
当他在侯府里对女儿百般折磨、肆意凌辱的时候，他可曾想过我身上流着皇家的血？可曾顾及过半点皇家颜面？父皇若是真心愧疚，想弥补这些年的亏欠，就答应女儿的条件，否则这昭华长公主的头衔我不当也罢，我宁愿做回那个孤苦无依的梦瑶。瑶瑶，别胡说，这依你便是。拖下去，按公主的意思办。不，陛下饶命啊！梦瑶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侯爷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轻易去死的，我要让你活着，尝遍这世间比死更痛苦千百倍的滋味。梦瑶，你不得好死！侯爷，您呐就把心放肚子里，咱家这刀法可是宫里出了名的快，手起刀落，一点儿都不疼的。滚开！别碰我！我是定远侯，我是侯爷。梦瑶，我求求你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放过我！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联合林婉把我关进水牢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这句话？这锭银子赏你了，切干净些，让他这辈子都没办法再拈花惹草。奴才遵旨，保准给长公主办得漂漂亮亮。梦瑶，你个毒妇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你可做不了鬼，在我的怨气没消散之前，你得给我好好活着。我要让你知道，有时候连死都是一种极其奢侈的愿望。动手吧。长公主，请镜面。启禀长公主，明珠公主在殿外求见。哦，我这个好妹妹终于按耐不住了，让她进来。姐姐，好久不见呐！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些日子我忙着在父皇床前尽孝伺候，实在抽不开身。这不，刚一得空，还没来得及换身衣裳，就赶紧来向姐姐问安了。姐姐流落文间这么多年，外头风吹日晒的，真是受苦了吧？都过去了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不知道妹妹今日兴师动众的来我这长公主的宫里，究竟有何贵干？妹妹这心里啊，一直过意不去，总觉得这些年是占了姐姐的福气，才享了这无边的荣华。这些啊，都是父皇平日里赏赐给我的小玩意儿，我特意挑了一半给姐姐送来，还望姐姐不要嫌弃，领了妹妹这份微薄的心意。既然妹妹这么有心，那就干脆把偷了我的东西全都还回来吧。你说什么？好妹妹，你真当我是个瞎子，什么都不知道？当初父皇派人去民间寻访我的下落时，是你百般阻挠，暗中扣押信件，更是你花重金雇佣杀手，派人恐吓不许我回京。如今大局已定，你倒是跑到我面前，装起姐妹情深的活菩萨来了。你姐姐说的什么疯话？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这都是污蔑。听不懂，那我就说点儿你能听得懂的。这些年，你霸占着属于我的长公主之位，享受着本该属于我的父皇宠爱。夜里你睡得安稳吗？午夜梦回时，你就不怕那些被你害死的冤魂来找你索命吗？你这个不识抬举的野丫头！本公主大发慈悲来看你，是给你脸面。你倒好，竟敢在这里血口喷人，编造谎言。好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咱们走着瞧，看看这皇宫里到底是谁说了算。瞎了狗眼的奴才，还不快滚！我的傻妹妹，尽情蹦跶吧，你的好日子可不多了。地府里可没有这么好看的画，可惜凡间的繁华再好，终究是不属于我的。瑶瑶，真的是你吗？是娘啊！母亲，我的瑶瑶啊，你在外面受苦了，都
是娘没用，是娘太无能，没能保护好你，让你遭了那么多罪。回来就好，只要能活着回来就好，娘就算死也瞑目了。母亲别哭了，瑶瑶回来了，再也没人能欺负我们了。哎呦呦，真是好一幅母女虫的感人画面呢！这冷宫里的废妃竟然也敢私自跑出来认亲，只可惜呀，这感人肺腑的叙旧时间恐怕是不多了。明珠，你想干什么？父皇如今病入膏肓，太医说了，需要至亲骨肉的新鲜血做药引。姐姐流落民间这么多年，如今为父皇尽孝，那是她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你疯了！取新鲜血，你根本不是为了救陛下，你这分明是想害瑶瑶！老东西，给我滚一边去！一个民间来的低贱弃女，能救父皇的命是她的造化，别给脸不要脸！不知死活的蠢货，你倒自己送上门来找死了！想伤害瑶瑶，除非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既然你找死，那本公主就成全你。姐姐，你可千万别不识抬举。既然妹妹这么有孝心，那把父皇的病痛全数转移到你身上，如何？贱人，死到临头了还敢在这里诅咒我！今天取不取这心头血，可由不得你这个野种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这可是你自找的。哼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带走！父皇，您看，女儿把谁给您带来了？父皇，你总算没事了，吓死女儿了！太医说要用至亲骨肉的新鲜血做药引，女儿当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只要父皇能好起来，女儿就是死10000次也心甘情愿。可是姐姐她竟然不愿为父皇献身，姐姐宁愿看着父皇受苦去死，也不肯出一点血，实在是不忠不孝，枉费父皇对她的一片苦心啊！父皇，您是不知道，女儿为了给您取心头血，差点连自己的性命都搭进去了。可姐姐呢？她冷血无情，宁愿眼睁睁看着父皇死，也不肯出一滴血救您。这样的白眼狼，留在皇家还有什么用？瑶瑶，明珠说的可是真的？你当真如此绝情？无耻之徒，我在地府见得够多了，可像妹妹这么无耻到极点的，倒还真是开天劈她头一次见。谎话张口就来，妹妹就不怕遭天打雷劈的现世报吗？反了，把这个不忠不孝的贱女人给我拿下，立刻关进天牢！既然妹妹口口声声说自己这么孝顺，那父皇的病痛就让你来替她承受着吧。贱人，你对我使了什么妖法？妹妹可真是病糊涂了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我一介在民间长大的弱女子，连字都不识几个，哪里会什么害人的妖法？依我看，莫非是妹妹刚才的诚心彻底感动了上天？上天听到了你的祈求，特地让你来替父皇承受这天大的病痛呢。这可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尽孝机会，妹妹真是孝心可见，感天动地呀！这好端端的人怎么突然就倒下了？莫非是真的被什么不干净的邪祟附身了？太医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公主带下去，好生诊治！慢着，谁都不许碰我！取他的心头血，给我治病！是他害的我，一定是他这个妖女，快取他的血！明珠，你们都聋了吗？我让你们动手，取他的心头血啊！我知道妹妹因为我回宫抢了风头，心里一直不喜欢我，可妹妹也没必要这般咄咄逼人，非要找借口置我于死地啊！父皇，女儿真的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竟然让明珠妹妹如此恨我入骨。
他自己突发恶疾，非要硬生生泼脏水，说是我害了他，现在更是丧心病狂的要取女儿的心头血。父皇若是觉得女儿回宫是个天大的错误，想杀女儿给妹妹泄臭，悉听尊便，不必找这株冠冕堂皇的借口。胡闹，简直是荒唐至极！朕活了这么多年，从未听过取活人心头血治病的荒谬道理。传朕旨意，让太医院倾尽全力医治明珠公主。从今往后，谁若是再敢妄言半句妖法之事，乱我皇家清誉，杀无赦！臣等遵旨，陛下息怒。瑶瑶，好孩子，别怪你妹妹，是朕这些年对她太过骄纵，才把她惯成了这副无法无天的恶毒样子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女儿不委屈，只要妹妹能平安无事就好。我毕竟是姐姐，我已经原谅妹妹了。贱人，你这个装模作样的贱人！够了！你简直无可救药！你姐姐对你这般百般维护大度，你竟然还敢出言不逊，简直丢尽了皇家的脸面！来人，把她给朕带下去！没有朕的旨意，不许她踏出寝宫半步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这些狗奴才，放开我！怎么，才躺了这么几天就受不了了？妹妹，该喝药了。哦，你说你要杀了我，可惜啊，现在的你连捏死一只蚂蚁的力气都没有，自作自受的滋味不好受吧？我知道，以明珠的脑子，绝对想不出取心头血这种狠毒又迂回的方法，背后一定是裴伦在出主意，对不对？那个畜生如今成了一个废人，连男人尊严都没了，对我的恨意早已深入骨髓。就算成了那副德行，裴伦也不肯安分。你说，明天这宫里人听到的消息，会不会是明珠公主因病暴毙呢？我知道，父皇突然一病不起，是裴伦暗中买通太医，更改了药方，想要活命，就交出裴伦下毒害父皇的证据。妹妹是聪明人，应该知道怎么选吧？命没了，可就什么都没了。我说，别杀我！说吧，裴伦是如何买通太医，在父皇药里下慢性毒药的？一桩桩一件件，时间、地点、人名全给我吐出来。是太医院的王太医，裴伦给了他黄金100两，还有他在西街的宅子，药方里的甘草被换成了父子。你放心，我会让你好好活着。这病会让你逐渐说不了话，一辈子只能当个躺在床上的废人，日日夜夜饱受折磨。这一切都是在还你对梦瑶欠下的债。裴伦，他好大的胆子！朕待他不薄，他竟敢谋害朕！来人，传朕旨意，让禁军封锁各处城门，就算掘地3尺，也要给朕抓到裴伦！朕要将他千刀万剐，诛他9族！贱人，我要跟你同归于尽！我如今这副生不如死的模样，都是你这个毒妇害的！你为什么要逼我？为什么就不能给我留一条活路？为什么要赶尽杀绝？我逼你？当初你是怎么为了太师府权势，为了林婉那个贱人，带着把我逼上绝路的？你究竟是谁？你根本不是梦瑶，那个懦弱的梦瑶不可能有这种手段。你到底是谁？那我就让你看清楚，我到底是谁！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你不是人！重要的是，你欠下的血债，今晚该连本带利的还了。饶命！神仙，饶命！我错了。你为了攀附太师家的权势，为了迎娶你的娇妻美妾，草菅人命，无恶不作，你都干了些什么天理难容的好事？原主那个可怜女人，她多少次以为你会念及旧情，回心转意，可你呢？你又做了什么？
直接杀了你，简直是脏了我的手。对付你这种烂到骨子里的人渣，直接让你死太便宜你，就得上点让你生不如死的手段。你想干什么？别过来！姐，这糖，来人，把这个疯子给我扔出宫去，这是他应得的下场。这笔血债总算是清了。糖姐姐，我是侯爷，我是大将军，我的兵呢？你们这些贱民都给我跪下！跪下！哎，仔细看，怎么是有些晕红吗？怎么变成这副鬼样了？活该，真是老天有眼！这种猪狗不如的人渣，直接死了都算便宜他。滚远点儿，别脏了我们这条街！几日前，地府传来消息，自我走后，阎君无人可用，特召我提前回去继续打工。我能感觉到自己的魂魄在一点点消散，若强行投留，必定神魂俱灭。天亮之前，我必须离开。瑶瑶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你才刚回来，怎么就要走？父皇、母妃，我有话要对你们说。其实，我不是梦瑶。真正的梦瑶已经死在了侯府，我只是借她的尸尸还魂，替她报仇雪恨。对不起，我骗了你们。傻孩子，从你回宫的第一天，我们就知道了。你们怎么会？我的伪装毫无破绽，为人父母，怎么会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认不出来呢？真的，瑶瑶从小就怕黑，从小就爱哭，而你太强了，强得像个从不会受伤的神明。可是那又怎样？你替他手刃了仇人，你替他生生成了那些非人的苦楚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让我们这对没用的父母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到女儿，哪怕只是借着这副躯壳。父皇，母妃。雅仙，时辰已到，黄泉路远，我们该走了。瑶瑶，你的手！放肆！朕乃天子，谁敢在朕的皇宫放肆？绝对不许带走朕的女儿！生死有命，天道轮回，凡人不得干涉法则。父皇，母妃！交出来吧，将原主魂魄归于冥界消耗，你方可重回神位，继续你的长生大道。我的瑶瑶，我的苦命女儿！雅仙，你竟敢抗旨，违背天道！谁说没有其他路可走？还有一种办法，用我千年道行换他魂魄不散。你确定？千年道行一朝散尽，即将跌出仙班，再无轮回之所。
你会彻底跌落神坛，只能化作一只连话都说不了的普通乌鸦，重新修炼。你舍得吗？不可，万万不可！你这又是何苦？我们怎么能拿你的命去换？确定。替我活下去，替我看遍这人间繁华。父皇、母妃，你们看，今年的桃花开得比哪一年都好。是啊，真好。瑶儿。是你吗？是你吗？我知道你在。从今以后，换我来护你。